為什麼一批漂洋過海的歐洲傳教士剛到中國時絕口不談耶穌，反而換上僧袍鑽研書法，甚至花重金聘請儒生當家教？這種潛伏式的傳教究竟是真正的文化尊重，還是精心設計的滲透策略？當他們把上帝翻譯成天主，把教堂命名為獻花寺，甚至為了迎合當地審美，把聖壇上的聖母像也緊急撤換成基督像时，這門外來宗教到底是在傳播信仰，還是在進行一場規模宏大的入鄉隨俗式的表演？而其中最荒誕的是，真正讓他們在大明王朝立穩腳跟的，竟然不是深奧的教義，而是2本燙金封面的法律書，以及地方官员隨手贈送的2塊牌匾。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這一章的內容將帶你拆解這套傳教士降維打擊的話術，他們如何利用中國人的文化驕傲，把基督教包裝成一種補充版的儒家思想，又是如何在那個人人求官的社會裡，靠着拒不領賞這種反常識的操作，硬生生地刷出了高級感。歡迎來到解讀中国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杀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讓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第5章，傳教士開始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為了使一種新宗教的出現在中國人中間不致引起懷疑，神父們開始在群眾中出現時，並不公開談論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問候並殷勤地接待訪問者之餘，他們就把時間用於演習中國語言、書法和人們的風俗習慣。然而，他們努力用一種更直接的方法來教導這個異教的民族，那就是以身作則，以他們聖潔的生活為榜樣。他们用這種法子試圖贏得人們的好感，並且逐步地不用裝模作樣，而使他們的思想能接受不用語言所能使他們相信的東西，但又不危及迄今已經取得的成果。當時傳教嘗試的最大困難是不懂語言，還有百姓的天生毛病。從他們入境時起，他們便穿中國的普通外衣，那有點像他們自己的道袍，袍子長達腳跟，袖子肥大，中國人很喜歡穿。所謂的傳教房間，在2頭各有2間房，中間是間空屋，用作教堂，中央是聖壇，上面掛着聖母畫像。為了使權威的觀念和上帝之名配合起來，傳教士們不說上帝，而總是使用天主這個稱呼，意思是上天之主。他們難以找到一種更恰当的表達方式，因為在中国語言中沒有輔音的。在他們看来，這個特殊名稱中有一種莊嚴和神聖的意味。事實上，這個名稱自從我們在開始傳教工作首次使用以來，在談話和文字中提到上帝時，直到今天仍然通用。儘管為擴大影響和理解得更清楚起見，還使用了其他幾個名字。最常用的稱呼是萬物的最高指導和萬物的原動力。聖真女被稱作光榮的聖母。當人們去訪問神父時，官員和其他擁有學位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人都向聖壇上圖畫中的聖母像敬禮，習慣地彎腰下跪，在地上叩頭。這樣做時，有一種真正宗教情緒的氣氛。他們始終對這幅畫的精美讚不絕口，那色彩，那極為自然的輪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態。不久就清楚，由於種種原因，最好把聖母像從聖壇上取下來，換上救世主基督的像。首先是使他們不會相信，像已經流傳的謠言那樣，我們是把一個女人當作神來崇拜的。其次，他們還可以更容易地接受稱為聖體的耶穌的教義。當布道團建立之後，就常有客人不邀而至，來聽聽我們的主要教旨。中國人是個愛思考的民族，他們不無道理地常常要對自己宗教信仰中的許多荒謬抱有懷疑。我們把聖戒，也就是天主十戒，用中文印發給需要他們的人。很多得到聖戒的人說，我們將來要按這些聖戒生活，因為他們聲稱聖戒完全符合良知和自然律。他們对基督教旨的崇敬，隨着他的欽佩而與日俱增。其中一些人不經人請求或者告訴，就上香祈福；另一些人給聖燈送油；少數人還自動送東西支援教堂。如果神父們想接受長官的施捨，
他們本可以得到原來打算修建佛寺的一塊次地，但他們認為聰明的做法是不要屈从於做官的權力，從而損害新生的傳教自由。他們拒絕接受賜予，不使基督教蒙受貪婪之險。從一開始，百姓便知道傳神道者並不為他們的宗教追求物質利益，這使他們可以方便地進入官府。官員們知道歐洲教士到來時，他們不是為了尋求恩賞，這和一般跟官吏拉關係的人情形不同。因此無言表率的做法，以形代言，對傳播新傳來的基督教的名聲更為靈驗。確實有很多來看禮拜的人是受好奇心的驅使，但很多人回去時為羨慕上帝存在的感情所打動。有時候一些更有学识的對基督教世界的宗教風俗感興趣的中國人，要求我們更公開地和自由地討論整個問題，也討論中國的偶像問題。這些討論是通過翻譯人員進行的，有時也不通過他們，但後一方法因語言不通而變得很麻煩，那迫使外國人只能講他們會說的東西，卻說不出他們所要說的東西。神父們在這些談論中一直努力強調的是如下的事實：基督教的教旨完全符合良心的內在光明。他們提出，早在偶像出現前多少世紀，中國最早期的學者由於同樣的良心之光，在他們的著述中已經觸及這個同樣的基督教教義。他們還解釋道，他們自己並不抹殺自然法則，而是給他補充所缺少的東西，即那個使自身成为人的上帝所教導的超自然的東西。這一切似乎是更多地受到喝彩，而不是贊同，因為中國人的驕傲還沒有轉化到可以接受外國新宗教的地步，他們民族中還沒有人信仰過。中國第一個公開信仰基督教的人來自最底層的百姓。上帝顯然選擇了地上微小的東西來挫敗巨大的東西。此人害了不治之症，醫生認為無救，他的家人無力再支援他，便殘酷地把他拋到室外，於是他被拋棄在大路上。神父們聽說這件事，就出去找到那個人，告訴他說，治療肉體疾病已無希望，但仍有辦法照顧他的靈魂，引他得到解脫和極樂。他的反應是既高興又鼓舞。他回答說，他樂於接受把同情和憐憫賜給信奉者的任何教義。他們把他帶回家裡，叫中國僕人替他搭一間乾淨的小茅屋，靠近布道的房子。他們在那裡照看他，並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教給他。當他做了充分準備之後，他成為這個大帝國中第一個接受洗禮的人。確實，好像是為了保持他的純潔無辜，仁慈的上帝在他歸信後僅僅幾天，就讓他到天堂去見上帝了。這是往後偉大事業最初的小小開端。他非常符合既定的教會傳統，緊跟着發生的事也符合基督教傳播的故事。唯恐上帝的僕人因隨之而來的頌揚可能喪失在履行神聖事業時的任何優點，上帝便允許這樁特殊的善行成為受到嚴厲攻擊和誹謗的題目。有謠言傳播說，歐洲人從那個人的面容看出他的腦子裡藏有一顆寶石，他們在他生時照料他，為的是可以占有他的屍體，他死後就可以把那顆無價寶石取出來。從他那看来是无效的開端，基督教所獲得的崇高尊重不僅建立在他的教義的真理上，還有他的教士的聖潔生活上，而且有時也基於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例如，在傳教書庫的許多書籍中有2大卷教會法，有學識的中國人很稱讚他們印刷精美和封面制作優良。封面是燙金的，中國人既讀不懂这些書，也不知道他們講的是什麼，然而他們判斷這2部書的不惜裝訂工本，內容必定很重要。再者，他們斷定科學和文化在歐洲必定很受重視。在這方面，歐洲人既有這些書，所以必定不僅超過別的國家，甚至也超過中國人自己。如果不是親眼看到證據，他們是絕不會這樣承認的。他們還注意到，神父們並不滿足於歐洲的知識，正在日以繼夜地鑽研中國的學術典籍。事實上，他們已高薪聘請了一位有聲望的中國學者住在他們家裡當老師，而他們的書庫有着豐富的中國書籍的收藏。
有教育的中國人肯定會認為，這些歐洲人是富有理論和學識名望的。正是這種名望可以解釋如下事實：有高深學識的階層中，有些人需要得到有關基督教戒律更完整的解釋，而不僅限于他們慣於攜帶的天主十誡的內容。神父們受到勝利的鼓舞，變得更大膽了一些。在家庭教師的幫助下，他們用適合百姓水平的文體寫了一部關於基督教教義的書，也就是羅明堅寫出的《天主聖教實錄》。這也是傳教士到中國後寫出的第一部中文書，其中駁斥了偶像崇拜的各教派的一些謬誤，所發揮的主要論點都引自自然法則的例證，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其餘的則特別保留下來，作為教導新教徒之用。神父們自己對於處理每個題目寫的還不是很內行，他們也不知道中國人會不會贊同他們寫中國字的形體。他們自己刊發這第一卷，用他們自己的機器複印，有教養的中國人驚嘆不已地接受了它。肇慶知府王泮特別喜愛這部書，印了許多冊，在國內廣為流傳。因此，基督教的原則傳播到各地，輕易地進入了作者們在多年努力後尚未滲入的各個地方。用這個方法，基督教信仰的要義通過文字比通過口頭更容易得到傳播。因為中國人喜歡讀有任何新內容的書，也因為用象形文字所表達的中国著作具有特殊的力量，而且表現力巨大。長官發現歐洲教士在學術和文化方面比他想象的還要更為先進，他決定賜給他們一種中國人很重視的恩寵。當一位官員想對他的朋友們公開表示情意時，他就送給他一塊制作精美、彩色裝飾的匾作為禮物，贈送時要有很大的排场。這塊匾的正面刻有3-4個稱頌被尊敬的人的大字，字下面一邊用小字刻着敬獻給其友人的這個官員的姓名和頭銜，另一邊刻着贈禮的日期，從當今皇帝開始登基之日算起。肇慶長官採用這種特別的方式來榮寵他給予保護和支持的那些人，因為他認為由於神父們的成就，他們值得這種榮譽，同時也為促進百姓的尊敬和友誼，他知道百姓會照他的榜樣對待他的好友的。2塊這樣的匾按傳統的盛況和遊行送到教堂，其中一塊他要放在教堂的門口，那也是整個建築的大門。這塊匾上刻着鮮花寺，另一塊他囑咐放在接待賓客的會客廳，上面刻着西來淨土。這2塊匾大大提高了神父們在各階層百姓中的聲望。第一塊匾，人人在進入外室時都要讀到它；另一塊則在進入內廳時讀到。因此出現這種情況，沒有人在離開那裡時會不注意到傳教士極受當地高官禮敬的事實。這裡是一位在該省中名望最高的長官，不僅因為他擔任的職位和他的學術成就，而且更因為他個人品德和有效的行政而獲得的尊重。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5章，傳教士開始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